我在恐怖副本送外卖。饿死鬼说，我快饿死了，死前想再喝一杯冰美式，先给我送。猝死鬼说，我在熬夜加班，没有咖啡我会困死，先给我送。枉死鬼说，老板要求3分钟之内把咖啡送到，不然我会被辞退，求你了，先给我送。恐怖副本拉人进去，观众付费观看直播，我成了恐怖副本里的外卖员。欢迎来到欲望都市，您是欲望都市的一名外卖员，您究竟是奋斗成为人上人，还是在底层挣扎，被社会机器同化，取决于您的选择。任务1，完成手头的单子。提示：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，无法成功完成会导致死亡。我看了看手机上的3个地址，3个客户离得都挺远，但是都催得挺急的。路上车水马龙，还给堵上了。合着大半夜的，大家都不睡的。手机响起了提示音，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，请及时处理。我退出工作页面，看到了我的银行卡余额113.56元，还挺有零有整。和人上人就差一个小目标了。你有一个订单，还有20分钟超时。你有一个订单，还有15分钟超时。你有一个订单，还有10分钟超时。工作页面退出去了，提示音还在响。刺耳的提示音让我心浮气躁，心头涌起一种想要毁灭一切的冲动。前方的红灯还剩75秒，有人闯了红灯，我也有种想闯红灯的欲望。电子提示音似乎激活人心底的欲望。下一秒，我掐住了自己的手掌心，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。观众们对我抽到外卖员这个角色也很无奈，院长居然抽到了外卖员。欲望都市这个副本，外卖员好像很难破局，主要是这种情况下不闯红灯，遵纪守法，不可能准时送到啊。但是闯红灯会出事。我记得上个活下来的外卖员是会傀儡术的，多造出几个自己才来得及，哈哈哈，一个人根本来不及送。弱弱问一句，院长是谁？指路前3个副本。明黄色的车辆从我身边倏地穿过去，前方的红灯似乎更亮了，不祥的红色笼罩在斑马线上。本来空无一人的斑马线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，那个身影被疾驰而过的车辆撞倒在地，前方外卖员因为撞倒那个身影而翻车，小小的身影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随后小小的身影拽住了倒在地上的外卖员，倒在地上的外卖员被拽入无边的黑暗之中，车子也消失了，绿灯亮起，小小的身影和红光一起消失。First Blood， 欲望都市这个副本手写都是外卖员，这个副本有故事线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欲望都市这个副本我愿称之为打工人辛酸血泪史。几辆车从我的旁边呼啸而过，艰难起步后，前方的道路又给堵住了。这个速度咋算我都来不及送外卖。我先给那个 ID 为60斤大美女的客户打电话，我说：妹妹呀。对面的女生气若游丝，你到了吗？这倒是很符合她说的，她快饿死了。我记得这个是饿死鬼，一个骨瘦如柴的女鬼，但是很凶，因为是饿死鬼，所以会吃人。我说：妹妹呀，快饿死了就别喝冰美式了，不顶饱。我给你点了豆浆和包子，妹妹你取消订单，吃点能填饱肚子的。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外卖送达的声音，我是刚刚等红灯的时候帮他点的，他家楼下的包子店还是挺速度的。我不吃包子，包子会长胖，你怎么能给我点包子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？对方骂骂咧咧，然后我听到了拆塑料袋和咀嚼的声音。呜呜，包子真好吃，我已经2年没吃包子了，原来碳水化合物这么好吃。呜呜，可是吃完会胖吧？我边骑电瓶车边安慰60斤大美女，妹妹呀，其实太瘦也不美，健康才最美，不能为了外界标准不顾自己的健康和身体。你多兔高啊，不管多高，60斤都偏馊了，妹妹长点肉肯定更好看。弹幕深感共鸣，现在但凡是个女生都在减肥，我妹妹因为减肥都魔怔了，一天一顿饭。现代社会对女性身材要求太高了，我160 55公斤，天天被说胖。对面的女生哭哭啼啼地说，我也知道太瘦不健康，可是我控制不住，我为了直播减肥到最后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吃东西了，我厌食。我温声说，没事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吃饭，妹妹肯定是独居懒得吃饭，姐姐有空可以去陪你，你别再饿自己了。嘤嘤，院长来陪我吃饭。院长，你只是个外卖员，为什么做起了心理咨询师的工作？但是真的去了，可能还是会被饿死鬼吃了。我跟这个60斤大美女聊了半天，大美女给我点了订单送达，还顺便5星好评了。果然女孩子就是最软萌的。直到挂断电话，前方的车流还是一动不动。你有一个订单，还有5分钟超时。你有一个订单，还有4分钟超时。你有一个订单，还有3分钟超时。工作提示音不断响起，真烦人，催命一样。真的不是不想快点送，只是路上堵。我看了看这个快超时的订单，客户 ID 是秃头程序员。我一个电话打了过去，大哥你好，我是外卖员，你怎么还不送到？我都快困死了。对方语气很不耐烦，
也对，毕竟大晚上加班，论谁都不会开心。我开始劝他早睡。大哥，你应该睡觉了。金钱诚可贵，睡眠价更高，若为健康故，两者皆可抛。熬夜会猝死的，别喝咖啡了。院长这嘴跟开光一样。别说猝死了，他已经猝死了。猝死了还得工作，太难了。秃头程序员充满怨念的声音响起，不是我不想休息啊，老板不让休息。我有房贷车贷，还要养娃，不工作养不活家呀。我说，大哥，我理解你。同是打工人，我可太懂您了。我给您点了一杯熬夜必备养生水，您取消订单吧，送达超时我会被开除的。院长，您还记得你只有100元存款吗？人家送外卖是赚钱，你送外卖是做慈善是吗？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。红枣枸杞水，只有我老家的老母亲给我泡这个。我想我妈妈了，泪目。大城市谁也不认识，我也想我妈了，不想回老家，城市压力又大。这是个恐怖副本吧？为什么如此煽情？上班就是个恐怖轮回啊，悠悠们。车流动了，我把电话挂了，专心开车。提示音响起，秃头程序员订单已送达。我发现最后一个订单在一个工业园区内部，园区里面可能会七拐八拐，不方便送外卖。我打电话给 ID 为我爱公司的客户，大哥你好，我是外卖员，你能不能快点啊？老板喝不到咖啡要发飙的。对方的声音透露着一股焦虑和绝望。大哥，您那个地方有点偏啊，您方便把老板地址告诉我吗？我去给您老板送过去。我爱公司的语气有些烦躁，老板肯定还在新华娱乐啊，你进不去的，我们公司需要门禁卡。手机没电，自动关机了。我看了看前方气派的摩天大楼，上面写着新华娱乐4个大字。这么近，我去试试能不能混进新华娱乐大厦吧。院长这么快就要去新华娱乐了吗？新华娱乐的老板是 boss 吧？刚开始就直面 boss 吗？太刺激了吧。我在大厦门口停好车，一靠近新华娱乐大厦，我浑身就有种不安感。这幢大厦仿佛具有某种生命力，能够吞噬每个进去的生物。我仔细看了看大厦外面，光滑的钢化玻璃亮如白昼，明明是夜晚，却似乎永不休息。我走进写字楼前台，前台小姐姐带着面具般的微笑。你好，请出示您的工作牌。前台小姐姐面容姣好，一眨眼，似乎看到她的皮肤碎裂了。我闭上右眼，左眼看到了正常的漂亮前台。我闭上左眼，觉醒了血统天赋的右眼看到了前台小姐姐的脸皮开裂，开裂的脸皮中爬出密密麻麻的黑色蠕虫。我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我要钱，我要美，我要暴富，我不想天天在这里当前台。他们是欲望之虫。院长盯着前台小姐姐发什么呆呀？院长是不是看出来前台小姐姐不是人了？废话，恐怖副本也没什么正常人。前台小姐姐重复道，你好，请出示您的工作牌。我继续盯着她看，那群虫子继续说话。这人怎么不说话？他没有工作牌，吃了他好了。没钱还没吃的，大家都是可怜人。我们更可怜，连杯咖啡都没人请。附近咖啡太贵了，吃不起。我把手上的咖啡递给前台小姐姐道，辛苦了，我请您喝一杯咖啡。我看到小姐姐开裂的脸皮中的虫子缩了回去，欲望之虫被透明丝线给拽了回去。小姐姐的笑容真诚了许多。我本来想让小姐姐开门禁放我进去，现在我也不太好意思开口了。一个瘦长脸的中年男人骂骂咧咧地进来了。妈的，送个外卖这么磨叽，还联系不上，这不是枉死鬼吗？他怎么今天这么正常？既没有浑身是血，也没有脑浆乱蹦，可能这次时间点掐的不对，枉死鬼没被车撞。我笑脸相迎，你好，我是外卖员，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，我请您喝一杯咖啡。我爱公司拿到了老板同款的咖啡，他乌青的脸色瞬间缓和。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上有一个蜗牛纹身，我的外卖工作页面上也有这个蜗牛纹身。哎呀，其实正好，时间正好，我还没被车撞。呸呸呸，我干嘛说这些不吉利的？你们女外卖员也不容易，我给你点了，已送达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我开着电瓶车回家了，可能是人物设定需要，家的方向自动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家徒四壁，简陋的地下室桌上是早上没吃完的泡面，地面上还有蟑螂在爬行。我给手机充电中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和你在大都市一起打拼的伴侣应聘成为新华娱乐的员工。自此之后，你的伴侣变得十分奇怪，他从活泼开朗变得自卑内向，话也变少了。1周前，伴侣的脖子上出现了奇怪的纹身，现在他已经1周没回家了，你想去新华娱乐大厦找他。提示：本任务为主线任务，未完成会导致迷失在副本中。主线任务出来了，这个欲望都市好像很多人都栽了，最后都成了副本的一部分了，应该是成了大厦的一部分吧。新华娱乐大厦，我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？我能进大厦，但是进不了公司，因为有门禁。说到纹身，我想起来了那个 ID 为我爱公司的男人手上的蜗牛纹身。姐姐，我来新华娱乐做直播了。
你有空来陪我玩吗？手机充上了电，工作页面的消息传来，60斤大美女给我发消息了。她没有我联系方式，只能通过工作平台给我发消息。还可以这样，内部员工邀请制，不用自己找机会溜进去了。这个副本的中心是新华娱乐，之前我还觉得送外卖这个任务设置的莫名其妙。其实外卖的3个客户都是新华娱乐的员工。我给60斤大美女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有空，我现在过去，你在几楼？60斤大美女秒回，太好了，我在6楼。我跟前台说了，你就报我名字，我是刘光。出门之前，我在家里的床底下和沙发缝隙掏出了10几枚硬币。哈哈哈哈，我小时候也这么干。财富在日常的角落，可惜这些钱好像还是没有你给人家点外卖花的多。我穿着我的外卖服出门了，用10几个硬币在路上买了几斤砂糖橘。院长机智，砂糖橘可以分给很多人，主要是院长现在也只买得起砂糖橘。外面天居然已经亮了，这个都市似乎从不休息。我到达新华大厦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玩家已经来了大厅，他似乎也不是新华大厦的员工。前台小姐姐脸皮温柔地裂开了，被那个人用道具杀了。没用的，前台是杀不完的。前台出现了2个小姐姐，带着一模一样的笑容道：你好，请出示您的工作牌。2个小姐姐也很快被干掉了。她想要趁机闯闸机。4个前台小姐姐出现在了闸机前面。4个温柔的前台小姐姐带着面具般的微笑道：你好，请出示您的工作牌。她被吓到了，掉头就跑。小姐姐包围了她，欲望之虫爬到了那个人脸上，那个人消失了。如果杀掉这4个小姐姐，会出现8个吗？我喜欢看美女，但是这样的我有点掉散。谁不是呢？我都感觉起鸡皮疙瘩了。不过前台这种职位确实就是流动性大，你们有注意写字楼的前台长什么样子吗？确实啊，就是哪怕离职了，很快有新的前台补上，而且前台小姐姐一般都很年轻，带着标准化的微笑。那4个小姐姐看到了我，齐齐笑着对着我说：你好，请出示您的工作牌。我给4个漂亮小姐姐一人塞了一个砂糖橘道，我找刘光，他说跟你们说了。前台小姐姐点了点头，从闸机回到了前台，还给我开了闸机。欢迎来到新华娱乐，希望您享受我们公司的文化。4个前台小姐姐齐声说。2个电梯，一个直达顶层7楼，老板专用，一个普通电梯。我进了普通电梯，电梯门迅速关上。我看向电梯面板，电梯面板上爬满了黑色的蠕虫，就是前台小姐姐脸皮底下的那种虫子。我似乎没办法在不碰到虫子的前提下触摸面板。我还在犹豫，没有按键。电梯自动向上升起，停在了4楼。门一打开，我就被一段数据线给缠住，扯下了电梯。4楼，程序员地狱。6楼也不是什么好地方。这个公司有什么好地方吗？倒也没有。我被数据线扯到了一个电脑屏幕前面，坐在了人体工学椅上。屏幕亮起，我的手不自觉地放在键盘上。随着一排排代码出现，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敲击。你们看院长的脖子。天哪，这是什么虫子？似乎还在吸血。旁边程序员脖子上好像都有这个虫子，好恶心。意识陷入混沌，直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回头一看，一个长得很像程序员的秃头男人对着我笑。他说：休息会儿吧。昨天有人挂好心的，给我点了红枣枸杞水。我买了1袋，你也泡点吧。旁边的程序员都在敲击键盘，只有他离开了工位，拿着一罐红枣枸杞茶在分。我下意识地开口道：秃头程序员。秃头中年男人惊讶地说：你怎么知道我的网名？还怪不好意思的。我当然知道，我是给你点红枣枸杞水的好心人。红枣枸杞水还怪贵的。滴滴滴，程序员张某已离开工位超过5分钟，请尽快返回工位。10秒钟之内不返回工位，扣除本月绩效。办公室中央的蜗牛撞机器发出警报声。秃头程序员不再和我搭话，迅速返回工位。黑色的蠕虫膨胀，颈部传来一阵刺痛，头脑继续发昏。一大团头发掉在键盘上。天哪，院长不会要秃吧？不要，我院长这么美，不能英年早秃啊！不能在这里继续停留了。我用右手掌心摸了摸我的后颈，右手掌心灼痛。黑色的蠕虫炸开，一段代码缠绕住我的手腕。我攥紧手心，代码被右手掌心的邪神烙印给吸收。蜗牛撞机器发出警报。滴滴滴，发现 bug， 请各位程序员及时处理。旁边的程序员们纷纷起身，他们双眼无神地看着我。看来 bug 就是我。他们的脖子后面都吸附着黑色的蠕虫，有些人连光滑的脑袋上都爬满蠕虫。我看向那个办公室中央的蜗牛机器，这是一个打卡机器，上面还有个显示器用来计时。只不过时间流逝得很慢很慢，把每个人都留在了室内，不停地工作。我的外卖工作界面平台也有这个蜗牛形状。那个瘦长脸男人我爱公司手上也有这个形状的纹身，我得砸碎它。我从系统商城买了几顶假发，向四处扔了过去。
3次副本结束之后，我发现我能够在副本中开启系统商城，购买一些道具。程序员们看到假发，瞬间不再包围我，而是扑向了假发。笑死，假发对程序员的吸引是致命的。万万没想到，院长选择了假发，因为假发便宜吧。我从工位上方跳过去，向着蜗牛方向走过去。蜗牛机器似乎意识到了危险，发出了橙光。1级警报，修复 bug， 奖金翻倍。在奖金翻倍的刺激下，程序员们放弃了假发，他们纷纷转头看向我，向着我的方向飞奔。跑得最快的是秃头程序员张某，他双手在虚空中敲击键盘，虚空中出现了一段代码，向我缠绕过来。我躲过虚空中的代码，拿起手上的砂糖橘丢它。老家的砂糖橘还记得吗？成天打代码有什么意思？多久没回老家看你妈了？我买砂糖橘还是因为看到了秃头程序员的头像是个砂糖橘树，看了之后我就莫名的馋砂糖橘了。我也是在赌他的头像和他老家有关联。秃头程序员老张的眼眶红了，我想妈妈种的砂糖橘了。他似乎想起来了老家的砂糖橘树，他仅剩的头发中钻出透明的丝线，紧紧拽住脖子上的蠕虫。秃头程序员老张脖子上的蠕虫被透明的丝线缠绕向我的代码消失了。那个蠕虫是欲望之虫的话，这个透明丝线可能就是理智吧。秃头程序员老张停了下来，对着后面的同事们大声劝告：我们已经工作不知道多久了。老李，你记得你女儿在哪个班上课吗？老马，你记得你女朋友的生日吗？老秦，你记得你家狗子多久没遛了吗？小程，你找对象了吗？我们困在这里了，再这样下去早晚得猝死啊。秃头程序员老张对自己的同事显然很熟悉，这些人一个个停了下来，透明的丝线缠绕住黑色的蠕虫。我趁机拿出锤子砸向蜗牛机器。我问过恐怖副本的前辈刘二壮什么武器最好用，他安利了锤子，我就在游戏大厅买了个锤子放在储物手镯里。我一锤子敲上那个蜗牛机器，砰一声巨响，蜗牛机器纹丝不动。这种商城购买的普通道具好像一般都没什么用，这个蜗牛机器明显是某种感染源，需要特殊道具才能消灭吧。蜗牛机器慢慢发出红光，程序员身上黑色的蠕虫似乎在慢慢变形。当啷，一个壮汉提着巨大的菜刀跑了进来，后面跟着若干前台小姐姐。发生了什么？有人解释一下吗？我记得刘二壮抽到的是角色是程序员吧？刚从刘二壮视角回来，我来解释一下。刘二壮找不到上楼的方法，只找到下楼的楼梯，他就把3楼2楼的怪都给刀了。到了1楼，他刷新了前台小姐姐，从4个到8个，最后刷到了32个前台小姐姐。二壮终于醒悟了，开始跑。刘二壮看到我，似乎看到了救星。院长救我！这些女人不知道为什么越杀越多，我都不敢动手了。我挡在刘二壮前面，指着蜗牛机器道：砍碎这个。刘二壮惊魂未定，身体先动了。毕竟几次合作下来，他知道我说的都有道理。刘二壮的菜刀砍上蜗牛机器，蜗牛机器还是没坏，只不过上面出现了一条裂痕。壮哥真的很听院长的话，壮哥身体比脑子先动了，壮哥居然也没法弄碎这个机器。不过这些小姐姐咋办？程序员身上的蠕虫没有继续变形，刘二壮的菜刀不断砍向蜗牛机器，蜗牛机器上不断出现裂纹。那些前台小姐姐们齐齐微笑对我说，发现不明闯入公司者，正在清除。我对着程序员们大喊一声，还有人单身吗？这么多漂亮小姐姐，不表现一下吗？年轻的程序员们反应过来，纷纷殷勤地上前倒茶。前台小姐姐们愣住了，停了下来，面皮底下的黑色蠕虫窃窃私语：程序员应该工作稳定，工资不错，而且程序员应该没有什么花花肠子。可是这些程序员长得不咋样，能买房结婚就能在这个城市扎根了。其实欲望之虫也没有多么不切实际的欲望，他们只是想要在大城市里扎根罢了。前台小姐姐们羞涩地低下了头。我以为是修罗场，结果是相亲局。所以说前台小姐姐和程序员有可能吗？一个没钱没人脉，一个有钱没时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配的。我被热情的程序员们挤到窗户边上，有人敲了敲窗户，我打开窗户一看，脑哥吊着安全绳在室外擦玻璃。脑哥抽到的角色是高空擦玻璃工人，其实这个工作现实中也有，很辛苦。这个角色不错，能看到每一层。他旁边的吊篮中还坐着一个人，一个瘦长脸男人。这不是我爱公司吗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公司经理弱小可怜而又无助地缩在吊篮里？冰神挤掉了经理的位置，经理要跳楼，脑哥救了他。经理是在5楼吧？其实跳下去也不一定会死。冰神牛逼，不愧是光耀工会的副会长。瘦长脸男人默默爬到了室内，脑哥也进了室内。我揪着瘦长脸男人的右手说：这是什么？瘦长脸男人看着乱糟糟的室内，苦笑道：信徒标记。我和这群人不一样，我是老板钦点的信徒。我只需要服务老板，而不是服务机器。
但是老板眼里我们都是牛马，我现在被更好用的牛马替代了。看来公司里的员工分为2类，一类是被黑色的欲望之虫操控，不知道自己被操控；一类是老板的走狗，心甘情愿被老板使唤。前台小姐姐和程序员是前者，瘦长脸男人是后者。在脑哥的指示下，瘦长脸男人把那个蜗牛机器给关了。我问瘦长脸男人怎么去除他们身上的虫子，理智只能克制欲望之虫，不能根除。瘦长脸男人想了想道，我听老板说过，虫子的养料在6楼。6楼，我突然想起来60斤大美女还在等着我。我对瘦长脸男人说，你是经理吧？你有他们的个人信息吧？不能让这些男人隐瞒自己的个人信息。相亲重在坦诚。我抓过垂在4楼的安全绳，向上爬到了6楼。脑哥带着二壮去1楼坐直达电梯去找老板。从窗户进到6楼后，我看到了一排玻璃房，每个玻璃房都有女生在做直播。玻璃房连接着一个大屏幕，上面的分屏播报着每个房间的数据，在线人数、观看次数、涨粉率等各种曲线。屏幕正中央销售额那一栏趴着一个黑色的蜗牛，蜗牛的壳是黑色的，里面的黑色蠕虫就是欲望之虫的模样。欲望之虫的完全体就是这个蜗牛吗？我看着正在做直播的女生们，她们瘦瘦小小，妆容精致，皮肤苍白中透着几分疲倦。家人们，找不同，谁能找到流光是哪个？我脸盲症犯了，院长都没见过流光，他能找出来我吃掉键盘。我的右手放到蜗牛壳上，蜗牛壳上出现金色的纹路，这个纹路和我手上的烙印是同一种字体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玩意儿不知道和邪神什么关系，我不想再遇到它了。这个副本有邪神吗？没见过，但是院长来了，说不定就能看到邪神了。蜗牛纹路的出现引发了数据异常，一个脖子上有蜗牛纹身的男人急匆匆地跑过来了。他说，你是谁？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转头一看，这位好像是我的伴侣。我在破败的出租屋看到过这个人的照片。我从系统商城买了一瓶辣椒水，男人似乎也认出来了我，有些惊慌地说，宝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把辣椒水抹到眼睛中，挤出几滴眼泪。我红着眼睛说，你几天不回家，原来在这里和女主播约会呀？他摆摆手道，不是，我是在这里工作。他举着自己的工牌解释道，我是这里的后勤人员。我捂着耳朵道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指着616号直播间说，你把密码告诉我，我进去问问这个小妖精。男人说，你就进去看一眼，别打扰人家直播。密码是 11SOE。我打晕了男人，默默打开了616直播间，骗完就走，太绝情了。女人，你太狠了。流光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遮住镜头偷吃包子的流光抬头冲着我招手，居然找到了流光。谁家美女主播啃包子啊？直播吃键盘的兄弟在吗？流光黑眼圈遮都遮不住，看着很虚弱。他笑着说，姐姐来了呀，我给姐姐买了包子。我心疼地说，休息会儿吧，别太累了。流光摇摇头道，我签了合约，每天必须直播满13个小时。这是什么霸王条约？这是违反劳动法的。我看了看墙上的合约，不合理条约一条接着一条。合约甲方盖着蜗牛状的公章，这个公章上没有邪神的气息。我从储物手镯里拿出一块橡皮，擦掉了合约上的蜗牛状公章。这个道具是上个副本中压制邪神烙秃印的道具，邪神烙印都能暂时擦掉，何况是个小蜗牛。可惜这个道具是消耗型，越擦越小。流光眼神一亮，他伸手揭开头上光滑茂盛的头发，我以为会出现什么血腥场景，假发下面只是一些秃斑。流光慢慢关掉了直播平台的美颜。各位大哥晚上好，我是流光，我就是流光本人，真实的样子。我管你辣不辣眼睛，每天又要直播又要减肥，我怎么可能还是小仙女的样子？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滚蛋，谁管你？呜呜，谢谢小仙女安慰我，我不管何时都很美。女孩子们听我说，千万不要为了迎合别人的审美迷失自己，迷失着迷失着就找不着北了。什么好女不过80斤，都是狗屁。我们要健康，为自己活着。之后我不会直播了，再见，朋友们。流光关闭了直播间，大屏幕那边的蜗牛壳出现一道裂纹。我和流光拿着橡皮将一个个直播间关闭，蜗牛壳出现一道道裂纹，即将碎裂。突然，蜗牛被冰冻住了。谁在我的地盘挖我女主播呀？一个面容冷峻的男人出现在了6楼走廊，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。冰神来了，冰神真帅 ，boss 也下来了。冰神帮着老板冻住了脑哥和壮哥，下来对付院长了。之前活着出去的玩家，要么就是坚守本职没被感染，要么就是奋斗成为经理。院长这次不走寻常路，直接废了人家公司，温度似乎下降了很多度。我的身子因为寒冷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流光和女主播们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我趁机用锤子敲碎了那个黑色蜗牛，它被冻住了，正好方便我敲碎。黑色蜗牛碎裂后，
大厅的灯光突然灭了，整栋大楼墙皮慢慢脱落，摇摇欲坠。我的脚底出现了一层薄冰，冰蔓延全身，我被冻在了原地。我变异的右眼血瞳在黑暗中不受影响。我看到中年男人的西装外套被撑开，出现了一层蜗牛壳，头顶伸出2只触角，蜗牛的触角伸向我的右眼眼珠。冰神为什么要冻住院长啊？因为冰神想要拿到道具吧？对呀，这个副本经理最后可以拿到一个金蝉脱壳的道具，类似于多了一条命。要当经理就得听 boss 话。怎么回事啊？系统失灵了。一个稚嫩的男声响起。流光推了我一把，我倒在地上，避过了蜗牛触角。一行的中年男人恭敬地说：“少爷，有人破坏了我们公司的系统。”少爷走到我面前，他的五官还没有展开，但是装腔作势的样子已经让我想到了某个男人，那就解释了蜗牛壳上的金色纹路了。这不会是邪神小时候吧？我觉得很像。我是邪神10级粉丝，这绝对是邪神小时候。胡小姐，快来！邪神粉丝头子，姐妹你老婆小时候出现了，快来！邪神我老公，快来！一大堆观众涌入直播间。之前从没在这个副本看到邪神小时候，之前没人破坏公司中枢系统啊。果然跟着院长就能见到我邪神大大。少年邪神好萌啊，还有婴儿肥。熟悉的压迫感扑面而来，少年邪神的压迫感已经让人喘息不过来了。他蹲下来，我身上的冰融化，我湿漉漉地坐起身子。少年邪神看到了我手上的金色纹路，他好奇地问：“你是谁呀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编码？”他似乎对我没有敌意。小时候的邪神看起来好对付多了。我十分无害地笑了笑道：“我是你未来的好朋友，她是你未来的老婆。院长和邪神不是敌人吗？院长是我老婆，邪神是我老公。”少年邪神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公司？”那是因为这个蜗牛在利用你。他跟你说你的力量用于维持系统，帮助孤魂野鬼，其实他在吸取你的力量。脑哥带着刘二撞下来了，他们2个也浑身湿漉漉的。冷峻的男人蹙眉道：“脑哥，我们这次来带着工会的任务。”脑哥说：“那也得活下去吧，得罪了邪神，我们都跑不掉。”脑哥接着解释道：“他在用你的力量供养他自己的虫卵。”一行的中年男人吼道：“你胡说！”斑驳的墙皮脱落，一个个虫卵从上面掉了下来。巨大的公司系统用来供养这些虫卵，而不是那些孤魂野鬼。少年冷笑一声，那些虫卵燃烧殆尽。那个一行蜗牛男人转身就逃，被牢牢地定在原地。金色的纹路缠绕住他的整个蜗牛壳。男人发出痛苦的惨叫声，整个大楼摇动得更加厉害。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副本中枢摧毁，3秒钟后强行关闭副本。恭喜摧毁蜗牛中枢，副本完成度100%，获得奖励重退1张，你可以用其易容成任何一个人。提示：该道具为可携带道具，此场副本不用，可以携带到下一个副本。这就结束了。可恶，我还想多看少年邪神一眼。抓紧看啊，还有3秒。3、2.22，怎么回事？系统卡住了？不是啊，好像是院长用了时间支持，暂停时间了。我蹲在了少年邪神面前，静静地看着少年的眸子。少年邪神金色的眸子余怒未消，他远不像成年之后的邪神那般喜怒不形于色。少年的脸庞还带着几丝婴儿肥，让人想要捏一下。可惜长大之后就变得没那么可爱了。我开启了血瞳天赋，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天赋。我没法让他清除我手上的烙印，毕竟我们是所谓朋友，我让他消除烙印，他必然会起疑。但是我也得留点后手。虽然不知道这个少年邪神和成年邪神到底是否关联，我还是想试试。我对他说：“我是你朋友，所以你不能伤害我，也不能伤害我周围的人。”少年理所当然地说：“我当然不会伤害你，我肯定会保护朋友的。倒也不必，你长大之后不杀我就是好事。”右眼的血瞳看到了一粒种子种在了邪神的心脏。我的血瞳天赋只能让他不做什么，没法让他做什么，而且还是得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感染他。不过这也足够了。呜，磕死我了！邪神大大，你学学年少的你吧。谁懂啊？我磕的 CP 终于有糖了。不是，院长好像在对邪神用天赋吧？院长在感染少年邪神吗？为什么？我磕的糖里面有刀子。少年邪神捡起来了一行中年男人留下的蜗牛壳，递给我道：“这个送你吧。恭喜获得道具金蝉脱壳，该道具可以放在游戏大厅。玩家在副本死亡后，可以通过蜗牛壳复活。bug 道具啊！怪不得光耀工会想要这个道具。现在这个场域，是不是冰神也看不到院长拿到了这个道具？应该看不到。时间支持可以暂停3分钟，我这次使用了1分钟。新华娱乐大厦被毁，副本永远关闭。邪神稚嫩的脸庞消失，我回到了游戏大厅。我想起少年邪神诚挚的眼神，还有几分愧疚。冷峻的男人面色不悦地对脑哥说：“会长交代的事情没完成。”脑哥抱着胳膊说：“冰神，没办法，毕竟邪神出现了，会长会理解的。”
被称为冰神的男人冷声道：“你自己跟会长解释吧。”冰神走到我面前，对着我伸出手道：“你是院长吧？我是光耀工会的副会长，我代表我们工会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。我们工会是第一大工会，拥有最顶尖的资源。”出于礼貌，我回握他的手。很快，我又松开手，开口说：“我得考虑考虑。”游戏大厅有人酸了，他还考虑考虑？这可能就是欲擒故纵吧，我们学不会。可是院长好像打了4场，4场都是直接关闭副本。这女人应该有2把刷子，大佬最后都被光耀工会捞走了。也不是吧，不是也有没加入的吗？嘘，那些人最后不都只能说别当孤狼。冰神淡淡的看了我一眼道：“那麻烦您尽快考虑。”晚上，我、脑哥、黑子还有刘二撞撸串。我问脑哥道：“我不加入光耀工会会有什么后果？”脑哥说：“那你就是靶子了。”我倒也不差敌人。黑子说：“对了，其实光耀工会有感应天赋的人，他们好像知道金蝉脱壳在你手上。那也没办法，这是少年邪神的礼物。”新华娱乐大厦的废墟之上，少年邪神搜寻着突然消失的女人，强大如邪神，依旧感应不到那个女人的气息。少年邪神不悦地眯起眼睛，朋友会不打招呼就消失吗？可是他对他有莫名的亲近感。不过既然是朋友，那早晚会再见的。我打了个喷嚏，少年邪神打了个响指，消失在废墟上。废墟上的孤魂野鬼似乎想明白了什么，放下执念，走上轮回道：“